提及美国 F-117隐形战机，在军事圈里也算得上是大名鼎鼎。它不但开创了隐形战机时代，而且还因为中俄军事技术的突飞猛进而硬生生的英年早逝。2008年 F-117宣告正式退役，但如今它又回来了。美国动力网站13号称，美国加州弗雷斯诺约塞米蒂国际机场当天迎来一对特殊客人，2架漆黑涂装的 F-117降落在跑道上，其中至少1架没有安装雷达反射器。此后，由于 F-117维护复杂，在隐形效果上又无法与 F-22、F-35等新一代隐形战斗机相提并论，再加上它使用的早期隐形技术无法应对中俄高速发展的反隐形雷达技术，因此这种传奇战机在2007年到2008年之间退出历史舞台。根据五角大楼命令，除了少数作为博物馆展览品外，其他 F-117都以无损封存的形式保存在戴维斯芒森空军基地。美国国家力网站称，随着隐形战斗机技术的扩散，中俄已经装备苏57、歼20等隐形战斗机，逼迫美军必须摸索出对抗隐形战斗机的战法。但现实是，美国空军正面临巨大的换装压力，大批老化的 F-15 和 F-16战斗机急需替换为隐形战斗机，更别说抽调宝贵的 F-22 或 F-35隐形战斗机充当假想敌。在此情况下，美军重新启用 F-117就成为一种非常合理的选择。理论上讲，通过在红旗演习中使用 F-117，不仅能为美军的战斗机、预警机和地空导弹部队提供高度逼真的隐形假想敌，还能避免暴露 F-22 和 F-35战斗机的真实雷达截面积，起到保密作用。然而，当真美军会像外媒猜测的那样，用 F-117充当模拟苏57或歼20隐形战斗机的假想敌？老司机对此非常怀疑。如前所说， F-117空气动力性能不佳，机动性差，飞行速度低，再加上早期电子设备的局限，与突出超机动性、超视距作战和先进航电设备的歼20等第5代隐形战斗机完全不同，因此美军很难利用 F-117模拟歼20的空中特性，更无法就此打造针对性战术。那么美军重启 F-117充当假想敌部队到底是在干什么？战区网站称， F-117当前最主要的可用之处仍是它的隐形技术。而哪些空中武器大量应用隐形技术呢？除了先进战斗机外，还有新型巡航导弹和隐形无人机。报道称，新一代巡航导弹不但飞行高度低，而且雷达和红外信号也很小，这是负责国土防空任务的美军战斗机，特别是那些保护美国海上边界部队的主要关注点。F-117A 攻击机是美国一型单座双发飞翼亚音速喷气式多功能隐形攻击机，是世界上第一型完全以隐形技术设计的飞机。F-117攻击机的设计目的是凭其隐形性能突破敌火力网，压制敌防空系统，摧毁严密防守的指挥所、战略要地、工业目标，可执行侦察任务。F-117A 攻击机由美国洛克希德公司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研制，1981年首飞定型，1983年服役，1988年首次公布。服役后参加过入侵巴拿马、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等军事行动。2008年4月全部退役。F-117A 攻击机为了降低研发成本，其电子设备、自动控制系统以及其他一些部分来源于 F-16、F-A-18 及 F-15E 等战斗机或是攻击机。为了保密，这些零部件以备件名义在预算上出现。其主要设备包括 IBM 公司的 AP102 任务计算机、德克萨斯仪表公司的下视红外传感器和激光指示器，以及双视场的前视红外传感器，霍尼韦尔公司的 SPN-GEANS 惯性导航系统和雷达高度表，高精确性的惯性导航装置、扩展的数据传输系统和高度方向参考系统，以及 GPS 和数字式活动地图。座舱内装有基于凯撒公司 AN-AVQ28 的屏显，大屏幕前视红外下视多功能显示器，其两侧有2个多功能阴极射线管。F-117A 没有配备火控雷达，主要靠位于风挡玻璃下面的双视场前视红外传感器进行探测和火控瞄准。该传感器窗口保型布置覆盖有细小格栅，起到电磁屏蔽的作用，从而使得窗口与机体表面形成一个相对于电磁波而言平整的整体，降低了 RCS。
F117A 装有 GEC 公司的飞控计算机、导航接口和自动驾驶计算机系统。该整合精密导引和攻击系统的数位化飞行控制装置，其自动任务规划系统可以协调所有的攻击任务，计划出攻击路线，并且自动执行，包含武器的释放。目标可借由红外线热影像仪确认，并利用雷射测量距离和标定雷射导引炸弹的目标。F117A 名为战斗机，但其毫不具备空战能力，充其量也就是一个轻型轰炸机。F-22 的隐形性能是 F-17A 的2倍，生存能力比常规飞机提高18倍，作战效能是 F-15 战斗机的3倍。这意味着 F-17A 所能执行的任务 F-22 可以全部代替。另一方面， F-17A 作为第一代隐形战斗机，美军在开始研制时就把它定义为隐形作战的初步尝试，并没有赋予它更多的使命。其开辟了隐形战斗机的先河，领导世界军事进入了隐形时代。随着新一代隐形战斗机相继问世， F-17A 的退役是必然的。其总设计师里奇因 F-17A 获得了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协会的最高奖励科里尔奖。作为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 F-17夜鹰已经退役13年了，可是大部分夜鹰并没有随着退役而被拆解，而是封存起来。这些年，夜鹰飞行的身影频频出现在美国本土，而最近美国空军又松绑了其空中加油的资格。美国 The Drive 网站战争地带专栏日前报道，今年初，负责运营加油机、运输机的美国空军空中机动司令部批准了一份飞行机组人员信息文件，要求美空军阵中数量最多的 KC-135 加油机机队机组人员熟悉和更新为 F-17战机进行加油的程序。毕竟2008年退役后，美国空军加油机就没有为 F-17进行过空中加油训练。F-17是洛马公司臭鼬工厂研发生产的一种亚音速隐形攻击机，是世界上第一种隐形战机。1983年量产后，一共批量生产了59架 F-17A， 在入侵巴拿马海湾战争、空袭南联盟战争中大显神威。但随着 F-22 服役和 F-35 计划推进，所有的 F-17A 在2008年全部退役。但是，美国空军只是封存了这些 F-117。战区专栏作者泰勒·罗格威披露，目前至少有45架 F-17幸存，都被保存在内华达州托诺帕实验场机场里，临近著名的51区。而过去几年里，维马图有 T-2， 甚至保留有美军机徽的 F-17频频出现在加州星战峡谷、加州外海岸基地。去年10月，有网友甚至拍到至少2架 F-17突然出现在加州米拉马路战队机场。这些夜鹰虽然解除了武装，但依然是货真价实的隐形战机，被认为在美军中充当假想敌角色，为其他战机地面防空系统充当陪练。F-17设计上就是具备空中受油能力的，机背有硬管受油口。如今 KC-135 解除了为其进行加油的禁令，有可能是夜鹰机队在美国本土之外进行秘密任务的前兆。前2年，叙利亚内战激烈，美军在中东部署了 F-22 和 F-35， 但有消息称 F-17也秘密参战。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在中东面对反隐形能力不强的叙利亚或者是伊朗， F-17的隐形能力依然是具备优势的，而且一旦被击落了，就说是民间军事承包商的临时工，也没有 F-22 和 F-35这么敏感。F-17是一种采用单座舱双发喷气式引擎的多用途隐形攻击机，也作为世界上第一种可以完全隐形并且加入军队服役的战机。它的代号为夜鹰。凭借它强大的隐身能力，雷达无法追踪，可以渗透到敌方区域，摧毁战略要地、重要目标和指挥系统等，并且可以执行侦察任务。F-17采用奇特的多边形设计，主体呈现三角形，整体外观看起来就像是一架外星战机，十分科幻。机身外部还带有奇特的涂装，可以有效地吸收雷达波。F-17战斗机不仅可以做到雷达隐身，还能做到红外隐身，可见光隐身和声音隐身等。F-17攻击机的动力系统采用了2台通用电气公司的 F404GE F1D2 非加力型涡扇发动机，单台推力48千牛，最高飞行速度每小时1111公里，最高航速1720公里，机身全长20.09米，翼展13.2米，高度3.78米，机翼面积73平方米，机身空重13.38吨，最大起飞重量23.81吨。
UF-117的武器系统采用内藏式设计，全部折叠在机翼内部。在攻击时可开启武器舱门，可携带 AGM-88A 高速反辐射导弹、AGM-65 空对地导弹、B-61自由落体核炸弹、AM-9 空对空导弹、BLU-109B 激光制导炸弹和 GBU-10 航空炸弹等等。F-117的航电系统由 AP-102 任务计算机、SPN-G1ANS 惯性导航系统、H-423 环形激光吐露仪、AVQ-28 屏显系统等。还有 GEC 的飞控计算机和自动驾驶计算机系统，它可规划攻击任务、计算攻击路线，并且自动执行、自动释放武器等。还可借由红外线热成像来确认目标，利用雷达侦测距离和雷射来引导炸弹的目标。F-117 攻击机由美国洛克希德公司在1973年到1981年期间研制，1981年6月完成首飞，1983年10月加入美国空军服役。当时共计生产了54架左右。曾经参与过巴拿马、海湾、科索沃等一系列的军事行动，到最后在2008年4月，所有的 F-117在当今的航空领域，当提到全球最顶尖的飞行器时，大多数人第一时间会想到 F-22猛禽战斗机。然而，在这光芒四射的传奇背后，隐藏着一匹鲜为人知的黑马 YF-23战机。这款战机在军事爱好者的圈子里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热潮，被誉为落败者中的王者。虽然未能最终胜出，但 YF-23 这位失败的女王仍以其惊艳的表现赢得了无数人的心，被军迷们亲切地称为黑寡妇。YF-23 究竟有何魅力，能让人们在30多年后依然念念不忘？有退役的美国军官甚至断言，即便放到今天， YF-23 的隐身性能仍能轻松压过现役的 F-35战机。如此惊人的评价，不禁让人好奇，这架战机到底蕴藏着怎样的秘密？它使用了哪些顶尖的隐身材料？又是如何通过创新的尾翼设计，实现了对现役5代机的超越？今天我们将揭开这架黑寡妇的神秘面纱，带你深入探索 YF-23 的独特魅力。回溯至1969至1970年间，美国空军正处于 FX 计划的决策关头，战术空军司令部渴望突破现状，于是启动了 FX 计划，旨在探索未来的空中优势。正是在这一时期，名为 TAC-85 的项目进入了他们的视野，并获得了资金支持进行深入研究。1971年 TAC-85 的研究报告出炉，提出了 ATR 先进战术战斗机的概念，标志着向超音速第4代战斗机迈进的初步尝试。不过，那时的 ATR 还只是一个雏形，与后来的 F-22猛禽战斗机相距甚远。在随后的几年里，战术空军司令部稳步推进了一系列小型研究项目，为未来的先进战术战斗机 ATM 项目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1972年 ，AX 计划下的 A-10原型机成功首飞，这一历史性时刻标志着下一代战斗机的蓝图初步成型。这款新战斗机被寄予厚望，要求具备将任何对手远远甩在身后的能力。在这些研究项目的推动下，通过一系列以 F 为代号的试验机，逐步明确了下一代战机的设计目标。这些目标涵盖了以下几个关键方面：首先，短距起降能力。短距起降能力是未来战斗机设计的核心之一。这项能力要求战机能够在几1公里长的跑道上完成起飞和着陆，这大大提高了战机在前线简易机场或紧急部署情况下的适应性。其次是超远的作战半径。未来战斗机需要具备超远的作战半径，达到1300公里的距离。这一目标确保战机能够执行深度打击任务，深入敌方腹地，并在完成任务后返回基地。这不仅拓宽了战机的作战范围，还减少了对空中加油的依赖，使得任务规划更为灵活，降低了在敌方防线内作战的风险。其次是高超音速巡航速度。高超音速巡航速度是指战机在不使用加力燃烧室的情况下，以4至5马赫的速度持续飞行。具备这一能力的战斗机可以在高速度下长时间巡航，增加战术灵活性，不仅提高了战机的突袭能力和生存率，还能在战斗中迅速占据优势位置，避开敌方的探测和拦截。接下来是反隐身能力。未来战场上，隐身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传统探测手段面临挑战。这一目标要求战机能够通过先进的传感器和雷达系统，探测和打击敌方的隐身目标。在电磁环境复杂的现代战场上，具备反隐身能力的战机将能够有效应对隐形威胁，保持空中优势。
最后是部署于重型战斗机的有效载荷。新一代战斗机必须具备强大的载荷能力，即使在体积和重量上不及重型战斗机，也需要能够携带足够的武器和设备，执行多样化的作战任务。这包括空对空导弹、空对地精确打击武器、电子战设备等，使得战机在战场上具备综合作战能力，能够应对不同的战术需求。在风云变幻的1990至1992年间，美国空军正式启动了 ATF 项目。经过一系列激烈的竞争，最终脱颖而出的选手包括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 F-22猛禽，以及麦道公司与诺斯罗普公司合作的 YF-23。这场盛宴吸引了全球航空爱好者的广泛关注。时间推进到1990年6月23日，万众瞩目之下 ，YF-23战斗机的原型机首次惊艳登场。转眼间，8月27日来临，这架承载厚望的战机腾空而起，完成了它的首飞。相比之下 ，F-22则像是迟到的王子，2天后才缓缓步入公众视野。9月29日 ，F-22也在观众的热烈掌声中完成了它的首秀。然而，在这场激烈的角逐中 ，F-22仿佛被命运眷顾，最终夺得桂冠，而 YF-23则遗憾地成为了落败者。美军随后公布的信息更是让无数军迷津津乐道。YF-23在隐身技术和超音速巡航能力方面均表现出色，这2项指标对于一款战斗机能否称霸蓝天至关重要。尽管 YF-23在竞标中未能夺魁，但其先进的技术依然令人印象深刻，其名字在军迷中传颂不衰。许多人坚信 YF-23的设计精髓不会消失，它将在未来的新型隐身战机中得以延续。YF-23战机还有一个别称“黑寡妇”，它仅有2架原型机，都曾翱翔于蓝天之上，如今已退役，静静地躺在博物馆中，成为历史的见证。这款战机的尺寸也相当惊人，总长26米，翼展13.3米，空重达13吨，满载起飞重量更是高达29吨。它装备了2台强大的加力涡扇发动机，总推力超过31吨，能够以2马赫约2695公里小时的速度在19800米的高空翱翔。其蝙蝠般的外形设计更是冷峻而犀利，宛如空中的冷酷杀手。YF-23的身影深深吸引了众人的目光，不仅因其独特外观，更在于其流畅至极的设计曲线与超越时代的气动布局。其科幻感强烈，即便竞标失利，也无法掩盖其内在的超前理念，使得其他战机难以在外形与概念上与之真正匹敌。YF-23在人们心中仿佛成为了5代机的精神象征。关于其竞标失利的原因，众说纷纭。或许正是因其设计过于前卫，超越了时代的局限，连专家也难以完全领会其精髓。当然，美国军事专家团的审慎决策必然基于严密的科学验证与试验，最终选择了 F-22作为未来的王者。在隐身技术方面 ，F-22确实投入了更多心思，其 S 型进气道设计巧妙地规避了雷达探测，同时隐藏了发动机叶片，实现了雷达隐身。独特的菱形机翼布局更是强化了全方位隐身能力，尤其机尾的隐身处理堪称一绝。即便与现役的 F-22、F-35相比 ，YF-23在某些设计上的精妙也不遑多让，尤其是其尾喷口设计，显然借鉴了 B-2隐身轰炸机的理念。发动机布局被精心遮掩，红外辐射大幅降低，隐身性能卓越。YF-23独树一帜的 V 型尾设计更是展现了设计者的匠心独运，在隐身技术上倾注了大量心血，取得了显著成果。尽管在当时被视为美丽而不切实际的创新。谈及超音速巡航能力 ，YF-23同样赢得了广泛赞誉。其较小的翼展与独特的菱形机翼设计，旨在减小高速飞行时的空气阻力，同时确保足够的升力，以维持卓越的高速性能。尽管这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机动性 ，YF-23的首架原型机便能在无加力状态下达到惊人的1750公里时速，而装备了 YF-120发动机的第2架原型机更是将超音速巡航能力提升至2205公里每小时的巅峰。然而，超机动性始终是 YF-23的一个相对短板。虽然 YF-23的机动性足以让3代机相形见绌，但与 F-22相比，确实稍逊一筹，这主要是因为 YF-23的某些设计特点，
特别是其较小的尺寸，在赋予它高速飞行优势的同时，也限制了其机动性能的发挥。YF-23在执行多数显著机动操作时，几乎完全依赖于其独特的 V 型尾翼设计。这对向外倾斜50度的垂直尾翼，不仅替代了传统的垂直与水平尾翼功能，还为 YF-23提供了精准的方向控制和俯仰配平能力，成为其无尾飞机结构的标志性特征。然而 ，V 型尾翼在应对大机动动作时，面临着双重挑战，既要维持飞机的稳定性，又要执行复杂的姿态控制，如盘旋、翻滚和偏航。特别是在超音速飞行状态下，这种要求更为严苛，这极大地提升了飞行控制系统的复杂度，并增加了飞行风险。此外 ，YF-23的尾部喷口矢量推力设计也不同于 F-22的二维矢量控制系统，它采用了更为简化的上部单一布面控制。这一设计虽然有其独特之处，但在机动性能上却与 F-22存在明显差距，并伴随着更高的风险。在当时，如果 YF-23与 F-22进行近距离空战，很可能会因其在超机动性方面的不足而处于劣势。不过，这些特性和技术的探索，正是航空工程师们勇于创新、敢于挑战的体现。他们为航空科技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其影响至今犹存。YF-23战斗机尽管仅以2架原型机的身份存在，却在军迷与航空历史爱好者中激起了热烈讨论与高度关注。这绝非偶然，其设计之精妙，尤其是在外形隐身技术上的独到之处，即便在当今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 YF-23依然堪称顶尖。它不仅是高速巡航新标准的代表，更是对未来超级隐身战机的愿景展现。与 F-22相比， YF-23似乎更能契合现代空战的发展趋势与要求，特别是在网络化战争与信息化对抗日益重要的今天，近距空战的概率不断下降，这为 YF-23在战术上提供了一定优势。即便机动性稍逊，其超凡的高速性能仍可能成为制胜关键。然而，尽管 YF-23技术先进且具备潜在战场优势，但选择 F-22作为最终赢家，在那个时代背景下显得尤为合理。当时 YF-23上处于研发初期，面临诸多挑战，其设计理念被认为过于前卫，距离实战要求尚远。相比之下， F-22以均衡的性能、较低的项目风险及实用设计赢得了青睐。此外， YF-23因过度追求新技术而导致的研发成本飙升与使用风险增加，以及诺斯罗普公司在 B-2轰炸机项目上的超支与延期，都促使军方选择了信誉更佳的洛克希德公司作为合作伙伴。关于 YF-23未能胜出的具体原因及其与 F-22的详细性能对比，至今仍是军事与航空领域的高度机密，外界只能基于推测。但不可否认的是， YF-23凭借其独特的气动设计，仍承担了某些特殊使命。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 NASA 曾利用 YF-23进行了一系列载荷技术实验，通过数年的飞行测试， YF-23为航空科技的进步与创新提供了宝贵的数据与参考，其贡献不可估量。即便未能成为服役的主力战机， YF-23颠覆性的设计思维与对未来战场的预见性，仍使其在航空设计史上占据一席之地。好了，本期内容到此结束。对于这些信息，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讨论。如果对于内容有任何补充或不尽完善之处，也请在评论区留言，以便我们进行更新和完善。我是怀宇哥，咱们下期再见。